自从俄军在多地被乌军胖揍后，俄罗斯就转变了战术，开始对乌克兰全境实施大规模恐怖袭击，瞄准乌克兰的工业、电力等基础设施狂轰滥炸。10月下旬，乌克兰就再次向北约国家表示，希望多援助针对性的武器系统来抵御俄罗斯的轰炸。而就在波兰导弹这一乌龙事件发生后，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表示，德国计划向波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对此，波兰国防部长布瓦什恰克表示，相较于乌克兰目前面临的困境，波兰尚处于北约防御圈内，因此要求德国将提供给波兰的爱国者导弹系统运往乌克兰。而到了11月29日，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更是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按照目前局势的发展，如果俄罗斯在一意孤行、无差别攻击民用设施，乌克兰很快就会获得越来越多的先进防空系统。而爱国者防空系统与之前援助的 NASA MS 防空系统有何区别？而一旦该系统部署到乌克兰，将会对战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对于美国援助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消息，最早在今年5月份就已经被提及。当时，美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40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一项就是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除此之外，还有另外2款先进导弹，即 NSM 多用途战术导弹和鱼叉反舰导弹。不过，在后续的援助过程中，乌军最终只获得了鱼叉导弹的暗基版。但即便如此，乌军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在6月份，鱼叉导弹刚运抵乌克兰，乌军就使用该款导弹在蛇岛附近击沉了一艘俄黑海舰队的瓦西里贝克号拖船，可见美国的导弹援助对于俄军而言有多么致命。但为何当时美国没有将爱国者系统一同援助给乌克兰呢？其实五角大楼是希望给的，但白宫方面却以法律的问题暂时终止了这项援助，并且就在11月29日，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后，第2天白宫方面依旧以同样的理由进行阻挠。美国国内对于是否将这款武器援乌的态度虽然割裂，但按照现在俄罗斯毫无人性的打法，美国估计很快就会统一意见。俄罗斯在战场上讨不到便宜，就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的民用设施，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制造恐怖，企图在冬天最寒冷的时候用黑暗和寒冷来恐吓乌克兰人民。然而这样的做法非但不能如愿，反而会更加激发乌克兰民众的抵抗决心和国际社会的援助力度。尤其是爱国者防空系统，可谓是专门针对恐怖袭击的防御利器。该款防空系统是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发的一款地对空导弹系统，首战就是海湾战争，并一战成名。其有效射程最远可达200公里，能够拦截战机、巡航导弹和短程弹道导弹，可以在距离地面24公里的高度上拦截目标。爱国者防空导弹一旦运抵乌克兰，可以帮助乌军建立远程区域防空能力。防空问题一直是乌军最大的弱点之一。乌军的防空系统中数量最多的是 S-300，但由于开战初期俄罗斯空军的持续打击，乌军手中原有的防空系统损失惨重。乌军固定阵地上的大部分 P-37和5N-8CA 对空探测雷达在开战后不久就被俄军摧毁，剩余的部分机动式雷达和大中型远程防空系统在半年多的激烈作战中也基本损失殆尽，难以提供俄军导弹来袭的预警信息。因此目前对于俄军空袭的情报主要依靠北约方面提供，乌军手中残存的防空系统根本无法组织其有效作战。而北约援助的便携式防空导弹虽然数量众多，但只能在点状的交战区域发挥作用，难以撑起广域面的防空体系。一旦爱国者防空系统装备乌军后，俄军不仅大规模发射的导弹会被拦截，包括苏35、苏30 MS 在内的大部分俄军战机一旦升空也将面临被击落的命运。以美国最新的爱国者 PAC-3 系统为例，这是爱国者家族中以反导拦截为主、防空为辅的最新改进型，其最大射程200公里。一套爱国者 PAC-3 系统阵地就能覆盖12万平方公里的防御范围，只要在乌克兰东部部署2套阵地，就能笼罩整个乌东的领空。并且爱国者 PAC-3 系统配备了洛马公司的艾林特动能杀伤增程拦截弹，这是一种以反导为主的专用弹，其发射箱尺寸较小，每个发射器可以装16枚导弹。该弹采用双脉冲固态火箭发动机，并配备动能拦截器。
拦截包线是一个高度29公里、半径50公里的漏斗状，理论上能拦截射程1000公里、末端速度6马赫的目标。当然，按照美国援助乌克兰武器的惯例，最新型的爱国者 PAC-3 估计不会出现，很可能提供的是爱国者 PAC-2 系统。该型爱国者与 PAC-3 相反，是以防空为主、反导拦截为辅的改进型，主要是用来拦截战机，辅助拦截近程弹道导弹。爱国者 PAC-2 系统最大射程稍逊于爱国者 PAC-3， 在160公里左右，受地球曲率的影响，在防空作战时的射程大约为100公里。爱国者 PAC-2 的整套系统包括一个多功能雷达、一个指挥所和4至8个发射器。多功能雷达负责扫描空域、跟踪目标和导弹制导，导弹采用 TVM 制导模式，飞行中段利用惯性加指令修正辅助，是一种改进的半主动雷达和指令制导相结合的制导体制。目前北约国家中，德国、荷兰、西班牙和希腊的主力防空系统就是爱国者 PAC-2。德国计划部署在波兰的正是爱国者 PAC-2 系统，而美国现有共54个火力单元的 PAC-2 系统。因此，美国一旦确定援助乌克兰爱国者防空导弹，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一款。而除此之外，德国已经在10月份向乌克兰援助了防空系统，首批的第1套已于10月12日交付给乌军。德国政府表示，这是德国目前最先进的防空系统。该系统使用的导弹是基于空对空导弹研制，而这款导弹则是基于响尾蛇空空导弹发展而来。响尾蛇导弹本身实力就不容小觑。时至今日，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空空导弹之一。LRST 系统使用的导弹采用了机械扫描红外成像导引头，而没有安装监测导弹尾焰的红外警告器的战机，一旦被该款导弹锁定追击，将不会引发战机雷达接收告警系统的警告。而目前活跃在俄乌战场上的俄军战机，恰恰绝大部分都没有安装红外警告系统。这意味着俄军飞行员直到被击落都不会知道自己是被怎么打下来的，并且 LRST 防空系统还拥有红外线综合识别技术，可以自行分辨出哪些是真实目标，哪些是红外诱饵弹头，因此拦截效率提升的同时，也能够减少弹药的消耗量。除此之外，防空系统的导弹相较于原版的空空导弹，使用了更大直径的火箭发动机，使其打击范围获得极大提升，最大射程达到40公里，最大射高为19公里。除战机外，还能够击落火箭弹、巡航导弹、近程弹道导弹等空中目标，可以为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周围提供空中保护伞。据乌克兰总理杰尼斯·什米加尔表示，该系统被部署后已被证明在防空方面非常有效。那么既然该款防空系统如此出色，为何德国还拿爱国者防空系统来说事儿？主要原因正是 LRST 防空系统实在是太先进了。这款防空系统的生产商迪尔防卫公司的产能严重不足，德国联邦国防军自身都没有配备这一系统，可以说德国自己都没有存货。而除了德国外，意大利和法国也已计划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系统，其中法国将提供发射器和导弹，意大利则提供配套的雷达。该款防空系统也是比爱国者更为先进的武器，2001年才在法国作战鉴定发射中心实弹试射成功。SAMPT 属于陆基机动防空导弹系统，主要用于中程地面防空。该款防空导弹系统由火控系统、导弹发射装置和紫源30导弹组成。一个 SAMPT 防空导弹连包括一个作战指挥控制舱、一部阿拉贝尔多功能雷达和6部垂直发射装置，每部发射装置可装8枚导弹，并且载有大量导弹运行的运输车随行。该导弹采用垂直发射的2级中程导弹，对3000米以上飞行目标最大拦截距离为100公里，对低飞目标的最大拦截距离为50公里，能够有效防御敌机、巡航导弹、短程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的饱和攻击。该款防空系统能够与德国防空系统形成互补，虽然德国提供的防空系统性能也很先进，可以拦截口径和 KH-101之类的巡航导弹，但是由于其弹头太小，无法拦截伊斯坎德尔这类的短程弹道导弹。而伊斯坎德尔的射程在500公里左右，好处于紫湾30的理论拦截范围，因此在 SAMPT 防空系统底屋后，将填补乌军无法拦截伊斯坎德尔的能力空白。但无论是德国的还是法国的，共同的不足就是数量太少，因此乌克兰才格外希望美国援助爱国者防空系统。而单一的武器能改变战场局势吗？从海马斯这一例子来看，武器虽然不是决定因素，但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
爱国者防空系统一旦全面进入乌克兰，乌军的防空能力自然要大大提高，就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地面作战，从而加快俄罗斯战败的进程。而美国一旦松口同意援助，甚至都不需要自己动用本国库存，北约国家已经部署的大量爱国者系统就能源源不断运抵乌克兰，而这也正是俄罗斯最为担心的一点。相比于3、4套的最先进防空系统，俄空军最害怕的是数量众多的爱国者，毕竟他们从效果上而言，对付俄军现有的武器都是绰绰有余。因此俄罗斯也多次发出警告，梅德韦杰夫就表示，如果北约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就意味着俄罗斯与北约的直接开战。当然，这种话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说了，我们来欣赏一下他曾经说过哪些狠话。最早的时候说过，北约或者美国胆敢运送武器给乌克兰，其运输机与车辆将成为俄罗斯的打击目标。乌克兰胆敢袭击克里米亚，就等于攻击俄罗斯本土，俄罗斯将不惜动用核力量进行回应。乌东4州公投入俄后，就是俄国领土，任何国家胆敢进攻，就等同于对俄罗斯本土的进攻，俄罗斯将对其进行末日审判。结果都是啪啪打脸。俄罗斯打下过来一架北约运输机吗？克里米亚俄军机场被炸，9架战机被炸毁在跑道上，俄军随便找了个烟头当替罪羊。赫尔松地区更是灰头土脸，赫尔松州刚被并入俄罗斯，一扭头这首府都被攻占了，说好的末日审判呢？因此火力军建议俄罗斯少过嘴瘾，一旦美国真的援助了爱国者防空系统给乌克兰，俄罗斯的脸都要打肿了。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爱国者防空系统何时会抵达乌克兰？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